欢迎收看《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何荣。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透过 YouTube 收看朋友，请您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动动手开启小铃铛。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欢迎大家也多多的来留言，表达您的观点和意见，跟我们互动一下。好，来欢迎今天4位来宾。首先是钱立伟、雷倩，倩姐好。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另外，政大外交系教授黄奎博老师，大家好。还有美国共和党前亚太区主席方安格 Russ， 大家好。好，今天跟3位老师还有观众朋友，我们一起来关心的是现在中东的局势可以说是一触即发。因为伊朗现在的局势呢，虽然说这个看似平静啊，但是好像这个隐性还没有完全的拆除，而且呢，在这个局势呢，本周呢看起来是越来越紧张，因为美伊两国现在不只是在嘴上互相呛虾而已啊，现在包括了飞弹、航母战斗群、战机全部到位，感觉起来不太像是要进行一场演习的样子，而且呢是更进一步的，像是战争要开打前的最后就定位。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这个 X 账号叫做 Your Anonymous TV， 那它是 Anonymous TV 啊，它旗下的一个账号，它就爆料指出说，伊朗在得到俄罗斯的同意之后，首度完成了射程达到1万公里的洲际弹道飞弹试射。这个飞弹的射程呢，可以直接覆盖纽约跟华盛顿，美国这些重要的大城市。而伊朗背后支撑的力量呢，也浮出水面。现在包括传出中国大陆方面呢，正在评估向中东波斯湾要转移更多的武器，包括了有哪些呢？像东风27、26，还有鹰击21高超音速飞弹。这些飞弹对于美军现在要调派到中东的林肯号，恐怕会造成这个战略威慑啊。X 博主 War 更爆料说，伊朗已经接收了中国大陆至红旗9B 防空系统。而且至少有16架中方的军用运输机急飞到德黑兰，美方跟以色列也在部署重兵，他们把大批的军事力量移到中东，像是爱国者萨德飞弹防御系统都加派到中东部署。另外像是 Eagles 雷射导引反无人机系统进驻在科威特的空军基地 ，F-15E 呢也集结了24架。林肯号现在即将进入到阿曼湾，还有以色列方面呢，传出已经准备超过有7000枚的飞弹。从美伊双方现在部署在军事，光是这个军事力量态势来看，当然我们知道要把这个双方都在把力量拉升到某一个程度，但是现在看起来好像不是进行演习。我看报道上面的标题啊，甚至都想说只等川普下令了。奎博老师怎么看？是真的不惜战了吗？如果你从这个美军目前的部署来看的话，美国它确实是在往准备这个进行武装冲突、武装行动的这个方向继续往前走。对，如果各位还记得，我们大概在1个星期前，我们说，你看美国根本嘴巴说一说，动作都还没有做到嘛。但是呢，美国现在差不多经过1个星期的准备之后，包括它的这个空中的还有海上的武力，甚至包括陆上，像大家最近常常提到的 Delta 三角洲的这个武装的力量，其实都已经进驻到伊朗的附近了。所以我们现在看起来，1个礼拜前我们说美国似乎是说一说，但是现在我们光从这些实际的数据还有事实来看起来，我们并没有乐观的本钱，而且即便中东4个国家在先前我们看到他们出面斡旋哦，对，似乎好像效果也不大。对，因为这个斡旋，我觉得他只是先让川普不要急着，譬如说用这些中长程的武力就直接攻击了伊朗，因为这个有点像是去捅了一个马蜂窝，你后面不知道伊朗会怎么样的报复，因为伊朗它有它自己的一定的导弹能力，对，这导弹能不能够在类似核弹头的，或者是巨型炸药的这个弹头，其实说实在，外界并不是那么的确定。而且最后倒霉的搞不好就是伊朗附近的这些周边国家。那另外就是伊朗，它周边还是有些兄弟，这些兄弟呢，包括在叙利亚、在也门、在黎巴嫩、在加萨走廊，当然现在已经被清了差不多了啊，等等的。那这些兄弟，如果当伊朗受到比较大规模的攻击的时候，会不会透过其他非正式的方式，对于美国或者美国的公民进行攻击？对，这个其实都是不确定的事情。所以当然前面这个中东4个国家的斡旋，我觉得一开始只是希望
局势不要往恶化的方向去前进。可是现在看起来，似乎因为这个川普给了2个条件了，伊朗并没有正面的回复。第一个条件当然就是说，如果这个伊朗可以停止处决这些街头的示威者，这个是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是说，如果伊朗可以说他不会重启核武计划。川普其实给了这2个条件，而且是我如果印象没记错是或，就是1或2，你选一个就好。所以伊朗其实现在我觉得他并不是没有退路，只是说大概现在伊朗也要对自己支持者，我说他的这个执政者要对自己支持者交代嘛。所以如果他这个退步的妥协的太快的话，可能对他的这个执政的基础不是件好事。但是我只能说，目前现在看起来，川普的做法，我们有时候叫做极限威吓。对，他反正我拳头大嘛，我都能摆的都摆出来。所以你看到这些摆在美国、伊朗周边的这些美军武力，他其实打世界上任何一个差不多这个中等规模的国家，其实已经算是绰绰有余，就是一副大军压阵那种感觉。对，但是他的这个做法，我个人目前相信，川普还是希望，第一个就是让伊朗自己知道下台阶在那边，你就不要再处决这些街头示威的人，你就已经完成我给你的条件了，那我川普就可以不动用武力。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川普也在思考，就是说，透过这样的方式呢，让伊朗的内部更加的不稳定，因为经济制裁我们已经谈太多了。那再加上伊朗现在内部，如果他们发现美国，就是说伊朗这些抗议者，他们认为说，美国原来还是挺我们的，美国还在。那这个时候呢，伊朗内部的政治，我觉得只是暂时的停歇了，后面还会有更多的这个波折出现。您提到内部的不稳定哈，其实美国现在如意算盘，可能就是希望伊朗产生内爆。那什么是内爆呢？因为伊朗现在真正的痛点可能并不是主要在跟美国对阵的这个军事战场上面，而是在内部民生经济问题啊。目前遇到的很大的麻烦，包括了像是通膨恶化、严重失控，还有呢，美国常年实施制裁，拖垮伊朗的经济。所以伊朗执政当局呢，只能透过断网啦，还有官方镇压，才暂时压住群众的示威抗议。现在川普呢又再补上一刀啊，他表示说呢，考虑对和伊朗往来的国家要实施2级关税，目的呢就是要让伊朗彻底的被踢出全球经济体系，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从内部引爆更激烈的反抗力道。但是现在不管是采取2级关税，还有长期的经济制裁封锁哈，其实对古巴也是这样哈。倩姐，您觉得真的能够达到美方的如意算盘，产生内爆吗？其实伊朗是一个长期被美国制裁的国家，所以现在的极限施压就是它的制裁上面的叠加而已。这个剧本呢是最常使用的 regime change 的剧本，就是从经济跟外交的压力，促使你内部的政治经济的混乱，最后造成了内部势力推翻现有政权。对，而伊朗曾经被推翻过一次。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呢，美国还是在它的原先的剧本上增加它的力道，同时再摆了一个军事的态势在那里。我的看法是这样，这个军事的态势当然要打它很容易，但是毕竟荷姆斯海峡对于全球的石油、天然气供应跟所有的航运呢，它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1/3到1/4的都是经过荷姆斯海峡，所以伊朗除了它另外还有一条陆上的运油可以出去以外呢，海上荷姆斯海峡如果发生问题的话，受影响的科威特、伊拉克、叙利亚通通都会受到影响。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看一下美国现在在做什么啊？美国现在当然乘着过去的一些放在引号里面的胜利，还有最近在 Davos 的所谓的胜利，我相信川普认为他会是另外一个和平的缔造者。那中东的和平，从1996年的 Clean Break 计划，就是要打败所有的抵抗之狐的国家，一共有7个。那最近已经完成的叙利亚阿塞德政权结束了，而且最近就是在这几个礼拜，你看到 SDF 就是以前库德的反对军都撤出了，科威特那个一直都没有什么很大的动作，伊拉克最近也开始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现在的执政政府。那么 KRG 虽然还是库德的，还是在中间是一个力量，但是它没有一个很剧烈的大的动荡或者是颠覆。所以叙利亚结束了，伊拉克在控制中，剩下就是伊朗最大的一个。
所以你从以色列往这边走的话，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伊朗，在这一条线里面，伊朗是最难的。所以上一次大家可能记得，以色列攻击了伊朗以后，特朗普攻击了12天。12天代表什么意义？就是他要做一个展现武力，但是绝对可控的一种军事处理。也就是说，他事先两边不管讲好没有讲好，都知道他不会继续扩大、逸散到之外，成为更大规模的战争。而且现在会不会还有另外一层考量，就是要考虑到伊朗背后其实主要还是俄罗斯。现在当然就是你若看其实我认为跟台湾状况很像。在伊朗这个部分呢，美国可以动手，可是他要考虑背后中俄的力量。对，中俄呢不希望被带进一个另外一个区域的大战。俄罗斯可能有一点好处，因为如果大家在中东有战争，那么欧洲的压力就会减小。但中国完全没有理由要进入这个战场。亚洲也是一样啊。就是说，如果发生了什么事情，美国有什么理由要进入另外一个区域的大战，甚至要把大量的武器人员放到这个区域？逻辑是一样的。逻辑是一样的。所以伊朗跟台湾，就像我们以前说乌克兰跟台湾一样，它都有一个大国博弈跟大国势力的角力中间彼此的一种看法。所以我认为现在看起来呢，美国有一个可以动手的窗口，军事窗口。也开始了有一些影子军队、影子武器在这附近，有些是明面上的，像刚刚讲的那种大家看到的船坚巨炮，可是另外也有一些是属于只管通勤杀的那种内部的那些系统呢，都已经开始布在那里。对，但是这一个军事可行动的窗口，要不要升级到军事行动？这中间还有很多大国博弈中间的考量，而且最重要的当然就是中俄美。这三方在中东这个地方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考量？那对于其他的国家来讲，它的本身可能不那么重要。伊朗本身也不是一个小国，对，它是美国现在可能动手的国家里面实力还是最强的一个，所以伊朗本身的能力也会是考虑的重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寰宇全世界》这个节目当中常常不断强调的一件事情啊。伊朗毕竟不是委内瑞拉，但你可以看到说，川普这个人呢，他是说干就干的，就是对委内瑞拉呢，就是采取迅雷不及掩耳，而且美国战法一向是速战速决啊，但是伊朗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处理吗？处理之后呢，其实现在的关键核心是在于动手以后，你这个烂摊子要谁来收拾？是美国吗？还是伊朗周边的国家要深受其害？好，那现在我们如果回顾川普之前所有的操作方式，包括最新的就是对委内瑞拉、对格陵兰，虽然说做法上会有不同啊，但本质上其实背后它都有一个川普或者说美国一个很大的战略目的。那 Russ 你怎么看呢？这次当然想说石油也好，地缘位置也好，可能是其中的考量，但是是不是真正想要切断的是中俄在中东的战略节点？我觉得伊朗这个问题我们不用过度分析啊。我的意思是说，川普虽然今天才是1月底了，但是他他要把他的焦点放在10月份的期中选举，所以将来几个月他想处理的这些外交事件什么国际大事，我觉得他的兴趣会越来越少。虽然去年尤其是在去年的下半年，他对一些国际趋势或什么战争啊，他兴趣是越来越大了。但是他已经解决好加沙问题了，然后对他来说最重要的外交问题还是贸易关税相关议题。然后呢，他喜欢处理的战争好像是那种小型的，比如说非洲或者加沙、柬埔寨跟泰国。他不希望有这种会影响到整个区域安全，甚至世界安全，像乌克兰跟……因为这盘棋太大了，是不是？对，他打的都是要稳操胜算的，但是不想花那么多时间在这些事情。所以现在摆出这样的一个重镇，你觉得？所以他前几天开始公开说，不要再杀死这些示威者。那他的意思是很明确啊，只要你不要再杀死他们啊，我不要再给你压力了，你们可以继续执政了，我不会推翻你们的政权。很明确，这是他的讯息了。所以，我个人认为，其实川普对伊朗这个问题，他希望是可以
和平解决，他不希望他真的要动用美国的军事。但你如果从伊朗回应的态度到目前为止的这个态度来讲的话，你觉得他们会如川普所愿吗？当然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继续执政，对不对？无论如何，无论有继续制裁他们，或者是中国或俄罗斯提供什么样的帮助了，他们最想要的是可以继续执政。那如果美国真的没有打算推翻他们的政权的话，对他们来说就是最好的结果。OK， 但有了委内瑞拉之前的经验哈，其实真的是我们也不能排除这个美国说打就打的可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全球局势必须关注，中美赛局牵动地缘风险，连带影响台海两岸未来。寰宇全世界，关心全世界，权威分析，专业观察，客观立场。每周六日，请您准时锁定，一同关心全球大事的瞬息万变。欢迎您继续回到《寰宇全世界》。我们这几天看到了达沃斯经济论坛啊，在这个论坛上面呢，加拿大总理 Carney 他的演说意外的爆红。怎么说呢？因为他在论坛这个轮到他上台讲话的时候，他直接说出了一句重话。他说呢，现在的世界是强权为刀俎，中小国家变成了鱼肉。Carney 更公开呼吁，认为中等国家必须要结盟，团结起来对抗大国的胁迫行为。此话一出，全世界都在问：这 Carney 口中的强权还是不是中国大陆呢？还是意有所指的，指的就是川普主政的美国？因为呢，就在同一时间，我们也看到了一个很不寻常的讯号，就是加拿大正在快速和中国大陆方面融冰。短短1个月之内呢，加拿大出现了一连串的融冰转向的迹象。比如说呢，像是加拿大法院裁定了 TikTok 可以继续营运，推翻了过去封杀的路线。另外，跟中国大陆互相降低这个电动车、油菜籽、农产品的关税。还有呢，中加官方协议恢复接触，经贸方面是明显有回温的。法国媒体呢也直接点名，川普第51州就是加拿大，他觉得非常的羞辱哦。好，那在此同时呢，川普则是不断的向他们的盟友放话，说要夺取格陵兰。这个礼拜看到真的是峰回路转啊，而且呢也说呢要把加拿大变成美国的第51州。当然，现在真的能够变成美国的第51州吗？不管如何，其实呢，从Carney 最近在达沃斯论坛的这个话，你可以听出加拿大有一个非常深的危机感。可是有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眼前呢，就是加拿大呢对美国的出口，像是能源啦、汽车、矿产、林业都是大宗，而美国呢是加拿大最大的贸易伙伴，它的出口总额有75%，所以它非常依赖跟美国之间来做经济相关的一些行为。好，那以前呢，这个川普虽然有祭出关税的威胁，但是都是透过美墨加协定来解决，双方还是维持着紧密的贸易关系。不过现在听到川普这样讲，也听到 Carney 最近在达沃斯论坛这番话，真的听出了 Carney 非常深的危机感啊。倩姐，我看报道上面是写这篇稿子还是 Carney 亲自撰稿他特别看了又看。然后提醒大家，中等国家必须团结起来。但是刚刚也点出了，加拿大必须面对的是一个现实问题，因为它的出口大部分都是对美国啊，怎么解决啊？我觉得他这一篇在加拿大得到了非常明确的好评啊，大家认为说你这是一个非常有尊严的一个说法，因为你不能否认。面对美国这个绝对强权，加拿大只能算是一个中等国家。也不能否认呢，就像川普他会说，没有我们美国，你们加拿大什么都不是，因为你刚刚讲了中间的依存非常高。从80年代开始，加拿大在美国中间的这种文化自主的呼声也一直是很高的，就是你不要因为跟美国的经济依存那么紧密的缘故，就丧失了自己的主体性。那这一次的这些发言呢，让很多的国家大声喝彩啊！可是我觉得他真正背后所讲的是说，现在在全世界地缘政治的规则变了，以前是所谓有规则的秩序，可是现在这个规则呢可以被一脚踢开，什么事情都可以由强权来决定的时候，那么中等国家还有什么选择？那另外有一个它的具体作为的地方，包含了你刚刚讲的 TikTok 啦、电动车的开放啊、恢复接触呢，是说
地缘经济的重要性增加了，同一时间它的风险也增加了，因为美国会用长臂管辖，会用刺激关税的方式呢，把地缘政治的实力移转到地缘经济的实力，所以它其实代表的是一个很多的中等国家的选择，是因为事实上小国是没有机会选的，那些小国只能在别人制定的游戏规则里面，它真的就是只是一个 chess piece 啊，只是一个个的棋子。但是中等国家有一定程度的选择，不是每个中等国家都有选择啊。像加拿大，它跟美国的距离这么近，然后它中间的边界这么长，它的选择其实是很小的。但是它在某些地方呢，可以坚持，它不是完全在美国的阵营里面。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说地缘政治的规则变了？因为以前在阵营对抗、民主对集权，或者是这个各种结盟体系的时代呢，你要选一个边。你不是在这边，你就是在那边。可是中等国家现在有一些在选择，希望两边都有，或者是多个多边主义中间都有他们可能的角色。我觉得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印度，印度就会在每个地方他都希望参加，包含了上合啊等等。但是他有时候跟你一起，有时候不跟你一起，他要时常的去选择他自己的自主性。对，法国也是这样。那么最近我们看到做的比较多的就是韩国，因为韩国跟日本跟美国讨论了一下以后呢，韩国的李在明总统就带着大家去北京，这些都是一些中等国家开始希望自己不是牢牢的只在一个阵营里面，不是一面倒的，因为在一个阵营里面呢，你时常会有跟这个阵营协同的必要性或义务，甚至这个阵营也许会把你视为当然。我觉得我们在台湾时常很理解说怎么样叫做被视为当然，就你非跟着我不可，你一定是我的小弟。那这个位置对于中等国家是最不利的。所以我看到的是从加拿大开始所接触的这种中等国家的新生呢，代表着未来可能有一部分的中等国家会快速的选择做多重的关系、多重的结盟，以试图能够在某些地方溢出美国的绝对掌控圈。是，但是他们能不能成功，很难讲。确实，这次 Carney 的这个演说表达出的是一种不卑不亢的态度啊，就是有软有硬，可是呢，也是间接的转达了加拿大它是不畏强权的。可是实际上，像刚刚倩姐所提到的，他还是得面对他现实的经济问题。所以说，在经济上，他的战略会如何的调整哈？那当然，这个美国的盟友啊，其实不只是加拿大啊，刚刚也提到了几个。包括像南韩也是哈，这些盟国呢纷纷开始也做战略调整。今年1月以来啊，我们看了一下访问中国大陆或者即将到中国大陆去访问的国家，已经超过了有5国，像是南韩、法国、加拿大，接下来还包括马上就要来的就是英国的这个首相也要去，还有芬兰也会去。那这些国家呢，清一色都是美国的传统盟友，所以川普是一点也不担心，盟友就算走光了也没有差，是这样子吗 ，Ross？不只有这几个国家，爱尔兰也有去，爱尔兰也是本来就是跟美国相当接近了。大家都要赚钱哦，这个也是事实了，对不对？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情，所以虽然这些国家有从川普1.0到拜登到川普2.0，都有听到美国一些警告，比如说，尤其是在科技方面，比如说不要让中国不管是华为、中兴的设备，涌入在你们的5G 系统，或甚至以后6G 系统了。所以在对抗中国上，这些国家还是有跟美国有的确是有合作。但是有关纯粹做贸易方面，他们还是想赚中国的钱，这个也是事实了。连川普也说了，加拿大你要跟中国签贸易协议，我也欢迎，我不反对啊。川普也这样说，所以其实我昨天有看到一个让我觉得很好笑的新闻，你们台湾驻加拿大代表接受彭博新闻访问的时候，他直接说：“你最好不要跟中国说的那么近啊。”不要跟中国加强你们的贸易关系。那请问你们台湾的第2大贸易伙伴、出口伙伴就是中国了。对，所以你们台湾外交官还警告加拿大干嘛？怎么会说别人呢？对啊，怎么还会说别人呢？对不对？对，所以其实很明显，大经济体
或比较 advanced 的 economy 还是想赚中国的钱。好，所以你提到一个重点，做生意还是要做的。对。那 Carney 这番话当然是提到了加拿大，因为现实问题，刚刚提到了超过70%的出口是到美国的，所以美国川普才会这么的这个怎么讲，就好口的说呢，你加拿大是靠我美国的，所以加拿大接下来经济战略会有些调整。一定会。目前加拿大最要担心的是今年这个加美美墨加协定，对这个协定要重新谈。那美国政府已经有很多人认为我们不要再签了，不要调整，放弃就好了，是拿来重新全部重新谈，而且我们可以跟墨西哥1对1，那另外跟加拿大1对1，上边的这个协定不用续约了。或许川普会往这个方向做，而且如果真的这样做的话，当然是会给加拿大好大的压力。即使最后达成新的贸易协议，那当然新的协议不会像目前或以前对加拿大那么好。所以加拿大真的是在准备这件事情，万一真的发生的话。但是好像川普还有他的贸易团队，真的是有这个想法，不要这个上边的贸易协定不续签，对，可以。你觉得真的有可能发生吗？很有可能啊。OK， 还是说他只是拿来当做现在一个威胁的一个条件？但是川普还有他团队，他们在贸易方面是比较偏向有1对1的贸易协议，他们不希望有多边的贸易协议，所以或许会趁着这个机会，真的做一个，不管是跟 Mexico 或跟加拿大做一个重新的一个，就是有一个重新的新的架构就对了。现在看起来确实，川普的这个做法哈，都是走双边的，他不走多边的，很像这个以前古代这个合纵连横，各个击破，他用的这个正好是中国的古代战法哈。那讲到加拿大，其实呢，加拿大最近还做了一个兵推，我相信大家在国际新闻上面也看到，就100年来首度模拟被美国入侵的兵推，结果这个结果非常的不乐观结果是这样显示哈，正面作战几乎毫无胜算，陆海防线最快可能在48小时内就失守，最后呢只能够退回加拿大的本土打游击战，走阿富汗模式，苟延残喘。不过现在呢，也看到加拿大在经济上选择跟中国大陆走得比较近有一些合作，但是也立刻遭到美国警告，说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美墨加协定的谈判恐怕会生变，会有变数。贝森特美国财长更是抛出亚伯达省独立的议题那所以这次最新的，你看到在达沃斯 Carney 一讲完这个刚刚提到的这番演说之后呢，川普老大不爽，立刻发文，还说呢，我不邀请你进入和平理事会了，你被踢出去。好，那现在经济上很现实，受制于美国；军事上刚刚讲兵推又毫无胜算，所以 Carney 也只能够在达沃斯号召中等国家，我们一起来对抗。他虽然没有明讲，但指的就是美国但能够团结在一起吗？这个其实就是像加拿大这种我们叫做中等强权没有办法的办法。不然你还能怎样？对不对？刚才主持人讲到加拿大100年来首次的兵推，其实说实在啦，全世界有哪几个国家可以抵抗到美国认真的攻击？也不多。那加拿大他本来就觉得我更是得天独厚我除了俄罗斯在我旁边近一点之外，我也没什么敌人恐怖分子也不太想来真的来找我确实，所以他其实已经在那个舒适圈太久。而且呢，它的这个整个武器系统基本上就是美国的系统。没想到威胁竟然最大是美国。对，竟然从南边就直接过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加拿大现在说的这些东西，确实是卡尼的真心话。但是呢，我们看他一方面非常的慷慨，不叫慷慨激昂，非常的这个理直气壮的把他认为加拿大应该要怎么做的这个方式讲出来。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这个就事论事加拿大又能做到多少？因为我们看到加拿大，对它确实跟美国在这关税上有来有往。譬如说，美国现在科加拿大非能源的产品是35%左右的关税，那如果是能源类的话，大概10%。那加拿大回科美国的汽车零件，还有美国的钢铁、铝这些25%的关税，反正你科我的，我就科你的。好。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川普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美加墨加这个三边的协定，对因为在今年的7月1号，它就是真的是签约就要续约的最后的期限。川普其实已经拿这个跟墨西哥就讲过了，你不要当中国的影子工厂啊！你当中国的影子工厂的话，到时候我7月1号之前我就不签了。加拿大也是一样啊。那加拿大当然在这一方面，我觉得加拿大我们先不要讲它怎么跟其他国家合作，它自己跟美国还是有一些抗衡的能力，在于不是武器，而是在于能源。因为加拿大它的整个这个石油的工业本来是它开采出来之后送到美国去精炼，然后再卖出去，所以加拿大卖给美国的原油其实没有赚太多。但是如果加拿大现在就像卡尼他们规划，要投资非常多的钱去建立很多的精炼厂，以后加拿大如果自产的石油输出不用经过美国的话，那美国当然也会有些压力。那更不用讲说，在这个卡尼他的呼吁上面，其实很多国家心有戚戚焉，所以我看到就是说，有些国家可能会心里帮他拍拍手。那未来会不会相关的行动合作？我觉得就看川普还会做到什么地步。那从 Carney 的发言呢，真的小国那也就算了，没有想到中等国家现在也没有想过有一天竟然自己也会被放在菜单上。马上回来。全球局势必须关注，中美赛局牵动地缘风险，连带影响台海两岸未来。环宇全世界，关心全世界，权威分析，专业观察，客观立场。每周6日，请您准时锁定，一同关心全球大事的瞬息万变。